哎，你们知道我铁齿铜牙张彩玲生的这个姑娘翟奥达，当年被英国医院诊断为成长发育迟缓吗？给我们做评估，满分100分，俺家孩子得分35。当时我就想，完了，我作为铁岭石油公主，我们石油世家的家道就这么中落了。俺家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俺家给翟奥达报名参与了一个跟踪调查项目，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照一下脑袋，然后1岁半的时候再领去做一个面试观察，看这孩子智商发展跟当年照下来的大脑去做个比对。俺家孩子吧，本来在1岁多的时候就会走了，但是呢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天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啥，啪嚓往地上一跪，脚心就跟地面绝缘了，从此就开启了他的跪走生涯。当时看着管家孩子这套跪走运行模式的人都问我，你是不是在家偷摸看二人转看多了？这铁岭后生血液里的二人转基因都让你给激发出来了，就这么小就开始练绝活，一天见谁都克。完事俺们带着他上医院去测这个大脑发育的时候呢，第一关就是医生让孩子走2步，如果走得好的话，再蹦俩小格，医生在地上给你画的。俺家孩子当时不玩脚心与地面绝缘吗？他连站他都不站，还蹦小格，从我腿上下来，啪一下就跪地下了，完就开始跪走。那家伙就跟那擦地机器人似的，那脖棱盖啪啪给医生画那小格给擦锃亮。完第2关呢是看颜色，就又有问题。俺家孩子混血嘛，完当时俺家呢还住着一个说法语的法国室友，也就是说他从小3种语言都听，这就出现了一个状况，就是他想说话，但有的时候不知道咋张这个嘴。完医生拿个球问他，这个球是什么颜色的呀？俺家孩子哈喇躺20也不吱声。完到第3关是看图实物，医生给他看个图，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俺家孩子还得出来光淌哈喇子不吱声。完给这医生整的一脑袋汗呢，寻思这女的怀孕时候得喝了多少假酒啊，整出这么个生物怪现象，都得录入教材。完出结果的时候满分100，俺家孩子35嘛。医生让我想开点，说不定以后能撵上。我当时都没敢跟家里人说，我要跟我妈说，我妈上火的这也得火跪走了都得。大概2个月以后吧，我领俺家孩子回铁岭了。这一回铁岭，哎呦我的妈，也就1天时间，俺家孩子汉语就爆发了，井喷式爆发，但是是以东北酸菜缸味爆发的。因为在伦敦就我一个人跟他说汉语，这一回来24小时全天候有人用东北话突突他。在医院不啥也说不出来吗？到我老家，我二姨问他，翟奥达，这是啥？俺家孩子大蹄子。完我老姨大尾老啥色的？俺家孩子回答紫的。完我二姨来给姨老数数几个大蹄子，1、2、3。俺家孩子3个。等俺快走的时候，去机场道上，俺家孩子说要水，我妈说的要水老给买，要几瓶？我姑娘说要1滴溜，要1滴溜。我一看他当时那个东北话水平，应该可以带起了，我就基本确定这孩子应该是没事儿。然后回到伦敦以后呢，他的英语和法语也就相继爆发了。但后来我室友搬走了，他法语基本就忘差不多了。所以我想说哈，就小孩在这个年龄，他大脑对语言信息的吸收能力是你几乎想象不到的，而且他这个时候还没形成语言的思维习惯呢，学东西老快了。第2点就是光听不行，得给他创造语言环境，得有人像我二姨似的，一直刺激他说，这样才能把他这个语言能力完美变现。彩阳向大家推荐佟大为哥哥代言的阿卡索英语，因为说实话，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外语环境，但是咱也不是电视剧里头出现个人物，不是能放炮的老总，就是富2代的新宠。大多数人过的不都老百姓日子吗？选一个性价比高的课程，家长给孩子提供正规外教授课的同时，也不会给自己造成太大负担。给大家争取到了免费试听的体验课程，点评论区置顶链接就可以免费试听，试试看呗。他让我叩头，为什么非得让他叩头呢？就是在我迎娶我大胖媳妇的前夜呢，他把他丈母娘给惹毛了。咋回事呢？我妈给俺俩准备了个新房，精心收拾的。虽然俺俩实际上也不住，那就是一份心意呗。结果结婚头2天，我妈把俺俩带到那新房去了，想给俺俩一个惊喜。到那儿一看着房，我老公就愤懑了，给我的呀？我说给孩子的，这不瞅你跨国相证，就指着你给俺家生大胖小子呢。然后我呢就陪我妈去整什么钥匙扣、物业手续去了。我妈说你让这一面留新房，打扫打扫，收拾收拾。然后呢，我老公就被一个人留在了新房，他就属于小鬼当家呗，就开始惹祸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跟我妈回来，整个新房全变样了，所有的遥控器套全摘了，所有的罩类，比如沙发、空调、冰箱罩全薅下来了，所有的扇布类，比如桌子上的桌布，像枕边子似的桌布，全扯下来了。我妈就问我遥控器套呢？我大胖媳妇那阵汉语比现在好，能沟通。我扔了，你太喜欢塑料袋，遥控器不需要塑料袋。我妈说那我桌布呢？我大胖媳妇不会发支的音，她只会发吃。多么好的戳子，多么好的木头，一个布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你要好的布，你不用好的戳子；你有好的戳子，你不让我看，
不让你看，不让铁岭看，为什么？然后我妈问，那我冰箱罩呢？我大胖媳妇说没有了。我妈说你赶紧给我放回来，我怕落灰。我大胖媳妇问我她怕啥？我说怕灰 dust。然后我大胖媳妇说的老有道理了啊。你剁饺子，你吃，然后你放你的桌子，然后一个天还有一个夜，第二天你还要吃，你不怕灰，你不用塑料袋，你不用冰箱，你不怕灰，但是你的冰箱你怕灰，我喊。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嘛，我让她收拾屋，没让她捣乱，你现在让我给我擦地。我大胖媳妇说我擦了，没有灰，你的饺子有灰，你应该用塑料袋。我妈说我这么好的地你用拖布给我擦，你得跪地上用抹布擦。完我就跟我大胖媳妇说，我说我们的妈妈对这个劳动成果都有一种人定胜天的执念，就是衣服要干净必须手搓，地面要干净必须跪擦。我就赶紧去接了一盆水，我说你别让我妈生气，你赶紧就跪下。我大胖媳妇这一盆水接过来说，她上次让我跪下是拜你姥爷，但是我上次端的是酒，然后往前洒的嘛，咋的？你姥爷戒酒了？我说如果你要还想结婚，你就赶紧跪地上擦吧。我大胖媳妇就一边跪地上擦地，一边用手机搁那查词典自己给自己翻译，一边问我妈为什么口头擦地不 dirty 了，继续擦更多的 dirty， 所以最后是 dirty 的循环。那时候家里要是有个必胜神奇的洗地机，不就不用又叩头又跪地的了？既可吸又可拖，哪个地方想拖，吸尘的同时就喷水拖地了，干湿垃圾、地毯、地板都没问题。高速滚刷5倍清洁力，这滚刷的设计真特别贴心，不贴地，所以大颗粒的垃圾也能一下吸进来，就像那个滚筒洗衣机，就全给你甩进污水桶。有了它，大胖媳妇以及任何媳妇拖地再也不用叩头了，站着单手就可以拖，省时又省力。最重要的，它可以一键自清洁，不用手洗拖布，不会把手搞脏，也不怕拖布清洗不干净，常年积累馊吧了，并且轻松解决了所谓 dirty 循环的问题。总之吧，我推荐这个必胜洗地机，因为生活本来就很琐碎，咱们能做的就是提高处理琐碎的效率，然后省下来点时间，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。你给大伙看看他家的这个备注啊，腰子不要去掉油边儿，盖饭多加盖，不用很多饭。盖饭太多的饭，不够的盖，不要多盖，不要太多饭，多盖。你汉语不是不好吗？你不是回家走丢吗？今天我真心向大家求助一下，你说我可咋整呢？我大胖媳妇回国2个月不到，体重已经长了14斤了。她到底为什么胖呢？人自己跟我说，我可能需要调一调，可能是湿气，可能是宫寒。我说也可能就是太馋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不老有人说外国人不吃内脏，不吃鸡爪子，不吃猪蹄子，这种现象在我家它怎么就不存在呢？我就问他，说好的东西方文化壁垒呢？他说文化壁垒很脆弱，一个猪蹄子全攻破；文化壁垒很虚伪，一个烤冷面全摧毁。他说再说有时候我用筷子费劲，为了随时待命，我怀兜里边永远揣个叉子，吃啥都是叉烧，所以壁垒还是有的。我说这算啥文化壁垒呀？他说怎么就不算呢？怎么就不算呢？因为他太能吃，吃啥都香。我还特意上网查过有没有外国人不能接受的中国美食。我看很多人说是螺蛳粉，万一说螺蛳粉里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酸笋，没想到啊，我们一家4口人除了我都没吃过螺蛳粉。螺蛳粉一上来，居然全爱吃。大胖媳妇一共能迟疑了8秒光景吧？好吃不？太臭了，没有肉。啊，真香！文化壁垒就又在柳州沦陷。臭豆腐、辣卤大肠。所以我说实话，就他胖的一点都不委屈。就以他每天的热量摄入，他现在214斤，他都属于易瘦体质。我要像他那么吃，我都不是腰带不够长，我应该是挽联不够宽。然后我今天就好奇，我问他，我说8年前你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，你也不认识我，你一句汉语不会说，一个汉字不认识。那时候还没有外卖，你说你当时点菜得多费劲？你那时候瘦没瘦？他说没有，那不能够。那些年我是国际留学生群体中街头苍蝇小馆点菜小旋风。当时咋回事呢？就我们一到那些小餐馆，好人一般就给你一张这个塑封的纸，要不呢就把这个菜单写到墙上。我身边一群外国同学都啥也看不懂，我也看不懂，但是我心眼多。你先看炒菜区，就选带月字的，肥肠肝、腿骨脑、内肘腰，还有脆。你虽然是蒙着点，但是选带月字的肯定不会上来个绿叶菜。然后在所有带月字的菜里头呢，选名最长的。然后啊，这个主食区选名最短的。这个番茄金汁疙瘩汤和疙瘩汤差8块钱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哎，就选这个名最短的，除非主食区也有带月字。
比如肥肠面。然后呢，你一边点，你一定要一边撒吧周围的桌，有没有不同的桌点同一道菜？如果有，跟服务员直接指，不要像我同学一样傻了吧唧跟人发问啊，你好，请问他点的是什么？那样显得很无知，就直接报到总台就指我要同款。就这种天机，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识破？我说没有，我们不识破，我们识字儿，我们识字儿。我说儿啊，你还以为你自己多厉害呢？就你那点算法，我们20年前就以诗歌民谣的形式流传民间了。那个叫3长1短选最短，3短1长选最长，参差不齐就选 B， 以抄为主，以蒙为辅，抄辅结合定能及格吗？我看到螺蛳粉都爱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放弃了，我找不到能制服这厮的中国美食了。就在我放弃的那一秒，我在冰箱里发现我爸早上买了一碗豆汁儿。今儿给你准备的这个豆浆特别精美的一个豆浆，就1000年能有1头驴能磨出这个豆来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。哎呀，你别落着，喝点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贵啊，168，168，那我吃点。要我尝尝，味道好像不太对，洗了算了。